哦，连退2档，那降档数可以跟上你的需求。哎，大家好，我是奈森。我们今天看这台车是 NC750X。好，我们跨座上车后看一下，它的状况大概怎么样子？它的状况大概这样子，双脚大概左右各踩大概1/4到1/5左右，哦，只有脚尖着地，啊，还没有到非常尖，哦，脚前掌是可以踩到。那它的最主要是它的座位比较宽，我大腿会被撑开，哦，所以它的感觉我的双脚踏的没有那么多，啊，可以看一下。来，我们看它坐高状况哈，现在是左右大概各踩1/4左右，其他坐高没有到很高，只是说哈，它的坐垫比较宽，会把大腿内侧给撑开。啊，那 NC 都有这状况，那 NC 像750X 啊、750S 啊，还有那个 Forza 750XATV 他们都有这状况。现在骑士是182公分。双脚平踩，然后它还是往外跨的方式，哦，双腿弯曲。我们看侧面，那其实是比较轻松的方式。来，我们来看它的大灯状况哈，现在是近灯、远灯、pass 灯、双闪灯。那这个比较特殊，一般的车没有这东西，这个是它手刹车，当你往上这样一扳之后，它就会卡住，哦，就会把后轮锁定。解除啊，压一下这个按键，压一下，它可以解除。那这个是方向灯、喇叭、远灯、近灯、pass 灯，这是降档，升档在前面，升档这个。那这是模式选择，好，那你要切换上下，那这个才是我们切换的 Sport 模式跟那个 Standard 模式的切换的。现在 Sport 模式、Standard、Sport 模式、Standard、Rain 跟 User 模式。那这是 Mode 其实切这个到别的地方去。上面这个是双闪灯，现在这是 NC750X 的右把手开关，上面这个是熄火 Normal， 那你要发动的话，你这个按下去它直接启动。那下面这是切 N 档、D 档，切成手动或自动、自排或是手排。来，我们看它骑姿怎么样，跨座上车。哦，它骑姿还算是舒服。那另外它这边有一个行李箱，可以打开。啊，这个钥匙，它跟这个龙头锁的钥匙是不一样的。好，这边有个独立的一个锁，打开。往左边是加油，加油在什么地方？在这里，它加油在这个地方。哦，先立起来，然后这边打开。哦，是它加油的地方。那它的前避震器是用秀瓦的 SDBV 的这个型号。可以看出来，它的引擎是特别前倾角很大，所以它重心比较偏前面一些。
那前轮和后轮用的都是道路用胎，已经不太像以前用多功能胎了。它胎纹都是用道路用胎。好，我们现在进入动态试驾环节。我们现在骑的是 NC750X 这台车，那这台车坐高是偏高一点点双脚踩的话是左右各1/4左右比较高一些，然后最主要是它的座宽比较宽，会双腿内侧被撑开这一点是比较有差的。那龙头比较重可是没有像之前 S 那种连转都转不动。那我们等一下上路再看看结果怎么样。这个夹持感大腿夹持感还不错，因为它比较宽，蛮好夹的。只是说它大腿内侧会比较，因为比较宽的关系在置脚性方面就会稍微打折扣一点。那 DCT 的起步是很平顺，因为它在很低转速只要不要熄火，它就直接把它结合上去了，所以你感觉它的这个起步衔接是很平顺的。不错，它 Standard 的那个转速不会那么低就跳档。那 NC 系列有一个特色它的温度很低。虽然它750马力也没有到很大可是它温度是特别低。有的时候我记得夏天在骑，风扇起来启动，在冬天在骑，只要你有在骑，风扇好像几乎没在听到它在打。然后我之前骑 NC750S 的一个经验是非常省油，这台车的特色就是省油。配备虽然没有像 Forza 跟 XADV 这么好可是它真的比较省油。我之前 NC750S 最高的、最漂亮的油耗是每公升可以跑35公里，哇塞！我们现在切一下它的这个 Rain 是应该很快的跳档，然后等一下再切其他看看。还好它不像之前那个2键一到就给你跳档，就给你升档，那你会感觉像推油会有点抖，现在比较不会。它即使跟用 Rain 的也不会说转速跳档之后转速太低。那现在切回 Standard 模式。现在切回 Rain 模式，调5档。那 DCT 有个特色它在市区行驶非常方便，在都会区的时候你停停走走很方便。然后你要钻这台车稍微长一些也还可以，它没有加侧箱的话，其实它宽度还 OK。那它的骑姿是略微前倾一些。那如果想要在后面一点的人这边可以装一个这个把手加高后移或只要后移这样子都可以，会更直挺一点，前倾就比较少。那前倾的好处是你的操控会比较好，因为你重心往前压。那因为这台车的座高比较高一直都建议是那个单脚踩。左脚单脚踩比较安全。那我自己比较习惯的模式是 Standard 模式，Standard 模式会比较习惯一点。那你在过关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车的轴距比较长一点。那轴距长有一个
要习惯的时候，你轴距长，你一样的速度之下过弯哦，你就必须要压稍微多一点才能过，哦，所以要习惯一下。那以前那个 NC70S 这个车头偏重，过弯比较不灵活这种状况，在现在750X 新版的哈，在新版的这个前叉设计上面哈，就改善很多，你比较不会说那么偏前面。那后轮安定感不错。这应该是我之前那台的后避震软掉，对，感觉后轮那时候觉得后轮很稳，所以就 OK 啊。那这台车的这个因为引擎很多很低啊，人家骑起来时候没什么压力。那你真的要吹的时候，它的加速是够的哦，它毕竟扭力还是有6公斤左右，5点多接近6。所以加速还是够，那所以说它这个低转扭力很强啊，所以它在用很低转速的时候就可以给你足够的动力，所以不用说常常拉转，不用，这个可以车很轻松的骑乘。那一般动力在山路哦用 Standard 就 OK 了，就基本上够用了。我们看看用 Sport 会怎么样。Sport 它的转速可以比较高一点。让你用起来会更灵活一点，哦，转速有点就开始比较有挡刹了。哦，连退2档哈。那这台车有个特色就是它的引擎排浪声哦，排气管的声音算蛮小声的，很安静。你在市区骑的时候，跟电动车感觉差异不会很大呢，也很安静哎。你转速没有拉上去，大概4-5千转，没什么感觉到什么声音，很安静。那新版的在过弯上面比我之前旧版的好很多啊。车头偏重的状况还是有这物理现象，可是，在转弯的时候，它这种太过沉重很难转的这种状况已经消除掉很多。所以它换这个秀啊，毕竟真的有差。然后我发现它现在的这个变速箱换挡的部分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你现在最多只是按下这个降档，然后直接冲，只有这样子而已。可是大部分时候它都已经帮你换好了，你还来不及按，它就已经换好档了，你就可以直接吹了。那它的风镜真的是比较小一点，但外面有长风镜可以选呐。如果有长途快速道路这种需求的可以换个长风镜会比较舒服一点。那我觉得现在新版的 X 跟之前的750S 跟 X 它的坐高介于这两者之间，因为以前的 X 那么高，所以你算是相对亲民很多。那比以前的 S 版稍微高一些，可以还好，没有高很多。那变速的部分真的比以前进步很多我觉得比较特别适合这种在市区经常会进出市区这种都会区走走停停，然后慢速的时候，它的这台车是很轻松的，没什么压力。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它车高基本上还是会吃一点身材，然后车重比较重。车重的话，大家就要小心一点，它就轴距比较长，大家先习惯。转弯的时候轴距长的这种绕大弯的转法。那总结这台车是一个比较偏沉稳的车，
好稳重沉稳。那以前在高速，我跑高速啊、长途这种感觉是很稳定。侧风很多车吹起来会偏掉，这台车侧风有影响，可是影响很小。在快速这个速度快的时候，它的稳定性非常高。那它的特色我还要补充一点 ，DCT 的特色是换挡比快排还要平顺。换挡是利用这个转速的一个落差，空档齿轮之间的空档把档位换过去。那可是衔接之后，毕竟还是有个转速差存在，所以你如果油门控制的没有那么精准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顿挫感。那 DCT 它是衔接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离合器帮你做一个衔接，所以你在换完档之后，其实你会觉得好平顺。声音上听起来是有这个换挡感觉，转速变不一样。可是你在骑乘的时候，你感觉不太到这个顿挫。那以骑乘感受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XADV Forza 750，再来才是这个 NC750X。因为骑乘的这个骑姿最主要是骑姿的关系。那变轻那两个是用倒立式前叉这个还是有差一些，不过这个已经很接近了。然后后轮的这个稳定性的话，大轮真的有比较好。那至于喜欢哪一种车款，我觉得看个人。我是比较喜欢有这个有壳的，有壳的话可以把那个风过滤掉一些。有壳它可以破风啊。发现你在急加速的时候，其实用 Sport 档还是会比较方便，它短速延伸会比较好。连推2档。降档数可以跟上你的需求。欢迎愿意提供车辆试驾厂商和我联络，这是我的 email。感谢各位的观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每一个留言我都会看。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